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们这栋房子好像很多地方都是缝缝补补的？像这样的砖墙，这边粉刷了，这边没有粉刷。然后最近我们改造的这栋房子是湖北的一个大哥买下的，他50多岁的年纪，想在这边居住养老。整个房子买的时候很便宜，5000块钱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改造的费用已经10多万了。大哥说，现在白菜价变成了肉钱了，价格好像超出了预期很多。上一期的视频呢，我们是给大家分享了在1楼的位置，我们把以前的，也就是客厅的位置开了一道小门，从大门直穿到小门背后。那整个开出来的门洞呢，两边就有很多这个窟窿，因为这栋房子以前是用水泥砖砌的，中间是空心的。现在2个师傅呢，就要把这些模板给它装一个模型，然后呢把这个窟窿给填起来，待会儿呢要打上混凝土。现在装的就是这个模型。不是这么叫。过来。这是我们打出来的一个门洞，然后像这些砖是打破了的，里面呢就是一个很大的空隙。现在有一种方法，我们就准备两边装模，然后在这里面呢用混凝土给它灌实，这样子装门的话应该要更结实耐用一些。看这边的窟窿很大，而且特别的深，都是空心的水泥砖。如果不处理的话，这个房门打这个膨胀螺丝都没地方打，所以呢，必须要把这个窟窿灌满水泥砂浆。对啊，嘴了。在地面这边把这个模型给钉好，就是3块模板，钉个盒子。这是哪？刚才在外面钉好的模型，就是安装在这个门洞的位置，刚刚好。大门这边也是开了一个门洞，已经装好了模板，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这边是支撑的，装了一个盒子，直接装上去。待会儿呢，水泥砂浆就往这边灌进去，给它注实就行了。装门的时候，那就非常的结实了。现在往墙上打上钉子就可以了，把它固定起来。只能从顶上用铲子人工一铲一铲的往里面倒满这个水泥砂浆。这栋房子啊，已经10多年没有住人了，也没人打理。尤其以前建房的时候做的基础并不是特别的好，所以房子很多地方都漏水了，包括这个墙面都是雨水浸进来的。然后这边呢已经发霉了，所以现在我们要把整栋房子的外墙做好防水的处理。我们是从3楼开始做防水，首先呢要把这个围墙的墙面全部做好防水。之前呢给大家分享过，上面呢有一层绿台，而且有很多这个粉刷的涂料已经是被雨水浸泡腐烂掉了，脱层了，我们就给它全部铲掉。今天呢就专门留了一个师傅，把这个墙呢重新做一个粉刷。做好了粉刷之后，等干了，我们就开始做这个防水。水泥砂浆我们也是在马路那边给它拌好，然后师傅呢从底下用人工挑上来。
把这个3楼的防水做好了之后，2楼呢我们就开始要粉刷涂料了。这边的露台呢，我们是留一个开放式的，不盖顶。以后呢，在这边可以晾晒衣服，然后，吃过晚饭了，大哥还可以坐在这上面，放上一把躺椅，然后看看星空，还是挺不错的。尤其呢，这个位置海拔特别的高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视野是非常非常的开阔。对面呢，大山连绵不绝，然后宝靖县城呢就在那边。其实底下不远处也就1-2公里有一条清水江。如果喜欢钓鱼的话，还可以从这里自己开车下去到江边钓鱼。这不你不叫问太他们了哦？啊？找，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们这栋房子好像很多地方都是缝缝补补的？像这样的砖墙，这边粉刷了，这边没有粉刷，然后那边呢也是如此，包括很多地方像不需要粉刷的，我们都不粉刷了，看起来就像补衣服一样的。之前我有问过大哥，我说怎么不重新全部粉刷呢？他说不需要，不要浪费材料了。那这栋房子后期的防水处理呢？他准备用一个特殊的就是颜色来全部覆盖住，以后也是看不出来的。什么颜色呢？实际上之前有一期视频我已经给大家大概提了个醒。他说整个院子的院墙，也就是围墙，加上整栋房子外墙，他准备用绿颜色的这个外墙油漆来涂抹一层，先做好防水，然后呢再涂绿颜色的油漆，让整栋房子和周边的大山呢都是绿色的，融为一体。其实我个人是怀疑的态度，整栋房子涂上绿颜色究竟好不好看呢？几十年了，我从来没见过很绿的那种房子。确实，它这个效果值得我怀疑。我建议他，我说做上白颜色的墙不好看吗？他说不行，这个和大自然呢，显得是格格不入，还是要和大自然融为一体，一定要涂绿颜色的涂料。那我们就敬请期待，过几天看整栋房子颜色涂抹了之后究竟怎么样。实际上，现在整栋房子的外墙我们都已经搭建好了脚手架，就等大哥的决定，我们就准备怎么做了。刚刚我在楼上说了，整栋房子的外墙他准备涂抹上绿色的油漆。其实这么看起来和农村的房子显得还是比较正常的。如果全部涂上绿颜色的油漆，那别人老远看过去，确实和我们这边的建筑是形成很大的区别。那大家觉得究竟是怎么做比较好呢？真的是绿颜色的油漆，到时候真的涂抹上去，如果不好看的话，那这个结果，比如说需要返工，我该不该和他把这个事情先说清楚呢？先提醒他呢？好了，我是石头，喜欢我的视频啊，请记得点个订阅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